这是什么问题啊？完蛋，我太自恋了吧？哦对，苏沐雨不接的我都觉得那场戏也很帅，就是非常有担当。这话不能说，太自恋了。Hello， 优酷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常华森。在《暗河传》中，我饰演的角色是苏昌河。有没有被自己的戏份帅到过？选出自己最帅的戏份 Top 3。这是什么问题啊？那我得想想。最帅的是靠彼岸戒指的时候挺帅的，还有杀苏兰丹的时候也挺帅的，杀伊卜的时候也挺帅的。完蛋，我太自恋了吧？哦对。苏沐雨不接的我都觉得那场戏也很帅，就是非常有担当。这话不能说，太自恋了。苏昌河和苏沐雨的性格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产生不同的原因有什么？因为从小也是没有家长，家里没有人管我，没有人保护，唯一一个好朋友就是苏沐雨，也能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一个人。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底线，就是我什么都可以接，但是我唯一的底线是什么？就是苏沐雨的感受，他不想去杀的人。我都会去替他杀，非常在意他的感受。首先，他是我自己唯一的底线。做杀手时的苏昌河和与苏沐雨私下相处时的苏昌河，在状态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苏沐雨是苏昌河什么人呢？那其他人就是比如说该死的人跟苏昌河那半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演的时候才发现，对于苏昌河来说，他不存在尊重，他对于所有人都不存在尊重，除了苏沐雨，这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区别。苏昌河的性格经历了从活泼到阴暗的变化，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件事是什么？活泼。闪回里面有一场被苏沐雨救了下来，首先那一天是很重要的。那一天呢是正好是他们暗河在找无名者，就是小孩武功比较好的抓去练炉里训练，然后那个我觉得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个算是我人生从一个在街头流浪的小混混，就是突然有一天进入了这趟浑水。我跟苏沐雨一块儿，苏沐雨也是一直在帮着我，我也在帮着他，两个人共同成长。再其次，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事件，可能就是我觉得应该说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跟苏沐雨同时成长的那段时间，就是让我重新开始相信别人。当然了，其他人我是完全不相信的。虽然没有交代，但是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是有发生的，就是一件一件的冲突让我越来越相信苏沐雨是可以相信的，可以依靠的。然后慢慢他在我的心里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所以才会以至于后来当大家长啊，然后暗河啊，当刺客呀，一系列的那些事情的人物关系才会成立。总体来看，你觉得苏昌河和苏沐雨的友情是双向奔赴吗？当然了。等会儿双向奔赴是什么意思？他对你好，你对他好。对，那就是他对我好，我也对他好，那当然这样了。那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两人的人生追求算是殊途同归还是同途殊归？我觉得在《暗河传》这部剧当中，其实我们算是同途同归吧，因为从很小就是一块儿，在一样的环境当中经历一样的事儿，虽然中间有个分歧，最后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然后有一个同样的目标。我之前杀掉了大家长，然后当上了大家长，然后也变成了一个极具野心，然后不择手段，虽然一直不择手段了，不重要，对，极具野心的一个人。你小时候被苏沐雨所救，你怎么感谢一下他？我替他杀10个人。这么冷酷吗？这不行吗？可以的，可以的。苏沐雨不接的活你都接，你想要他怎么感谢一下你？怎么感谢一下我？带入角色。想左想右，就保证1年别做饭就行，1年不吃他做的饭。真难吃。苏沐雨做饭有多难吃？要多难吃有多难吃。你有吃过魏老师做的饭？那倒没有。你偷偷给苏沐雨攒钱买宅院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帅？哇，帅死了，帅死了！根据卡牌戏来抽走一下。暗河第一自信，暗河第一富豪，暗河第一高手。接了这个戏以后，我就说我是来还债的。哥当年也年轻过，当年也是小鲜肉，都好高啊！哎，我觉得现在新生代的演员怎么都那么高？服装老师就说：“哎，那个宇哥，我给您换上鞋吧。”我说：“为什么呀？你没有增高垫。”我说：“只要谁以后再敢碰女儿一下，全灭，不管什么原因，先灭。在女儿面前就是得有这样的一个霸气。”优酷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振宇，在电视剧《暗河传》里面饰演的是苏哲。苏
哲作为主角团中的长辈，对几位小辈的看法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暗河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纪律性的这么一个组织。我算是上一代的这个领导人吧，算是负责人。那已经推背让贤，然后已经有新的继承人，包括苏沐雨和苏昌河都是很优秀的一代。那他们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个人主见和个人的这个特点。那这个苏沐雨呢就比较稳重一点，苏昌河呢就比较俏皮一点，比较这个就是油滑一点，比较有一些很独特的这样的一些，哎，没事啊。剧中你是坚定的撮合苏沐雨和白鹤怀，原因是什么？对于自己看中的准女婿，怎么评价他？其实他跟苏沐雨的接触的时间是挺长的了，其实对他的人品啊，包括他的武力值也非常的认可。那有这么一个帅气、武力值又那么高、人品又这么好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他还是希望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嘛。剧中苏哲为了女儿直接反水，你觉得他算是女儿奴吗？其实也不是，其实苏哲是一个一直都想从这个暗河里面脱离出来的这么一个想过自由，然后正常人的一个生活的这么一个人。虽然他的在暗河里面的这个地位很高，然后武力值也非常高，又没法去真正的金盆洗手。其实他是一个半脱离状态。然后我看着这帮小孩长大，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他就是在帮助着他们，协助他们，让他们去施展这个拳脚。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陪伴式的这么一个长辈吧。如果给苏哲、白鹤怀、苏沐雨、苏昌河建一个家族小群，你会给他们每个人什么备注？那我就取个小叔叔吧，小苏苏。哪年宝贝女儿？就宝贝儿呗。苏沐雨估计就是小雨或者怎么样的。小准女婿。不能这么直接，这样他们会害羞的。昌河就是调皮鬼呗。拍这个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倒时差，太多夜勤，因为大家都在熬大夜，然后有时候夜班倒白班，第二天是恍惚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动作戏。这帮年轻演员确实也是非常的敬业，一直在挂着威亚飞来飞去的，而且就是今年这个天气确实太热，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的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真的是要命了。有空调，能感受到风吗？哎，您自己打戏不多吗？哲叔主要是太厉害了。他一动手，基本上在那边就团灭了，所以就是他也机会要留给年轻人嘛。当然，我觉得谁要敢动我女儿，那就没完了。只要谁以后再敢碰女儿一下，全灭，不管什么原因，先灭。确实，你觉得苏哲挺高光的。对，我觉得在女儿面前就是得有这样的一个霸气。作为古装美男赛道的前辈，看到现在古装剧爆火的年轻演员们，会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压力吗？那我旁边应该再做一个前辈。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年少的时候，当然他会慢慢成长。哥当年也年轻过，当年也是小鲜肉。当然现在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应该去承担和他要去做的事情。那您就是刚开始跟哥和他们合作的时候，对他们的推进上都好高啊！但我觉得现在新生代的演员怎么都那么高啊？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已经算挺高的了。其实最好笑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拍戏，就是我们的服装老师就说：“哎，那个宇哥，我给您换上鞋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没有增高垫。”我说谢谢，我说真不用，我要穿上高跟鞋我就不会演戏了。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其实有时候为了就是在一个镜头里面能够看起来大家是和谐的，但是我是觉得吧，没有这个必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征，身高就高嘛，我是觉得，对吧？咱也不算那么矮，所以我是觉得但是确实挺高的他们。如果你们可能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一般谁会打开话匣子呢？其实他们两个都还挺健谈的啊，对，龚俊其实包括浩森都还挺健谈的，就是有经常会聊一点，因为我说我是桂林的啊，我去过，然后还跟我聊就是在桂林他的那些经历啊感受，还跟我说当时我还不怎么红呢，我可以到处去玩什么的啊，可以撒开了玩的。我说你坐船了吗？哎呦没坐。我说那你亏了，桂林山水这个漓江那一片是最好的。我说你错过了，你下次再去吧。这次跟女儿杨雨桐也是第2次合作了，之前合作是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对。饰演父女关系有什么新的感受吗？哇，接了这个戏以后，我就说我是来还债的。在之前有一次的合作里面，雨桐是我在剧中的猎物，被我迫害的这么一个人。这次必须得护着他，得照顾着他，得宠着他。您是来组之前就知道是他了，然后有就是私下交流过，说徐就这次来还债了吗？就对，见到他第一面我就这么说的。那我确实那么巧，其实就隔了
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能在剧中碰上，然后有这样的一些剧情去展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这次饰演父女，两位有没有比较感人的高光场面？在门口的那场戏，看见女儿很担心苏沐雨，那作为父亲，他的这些小心思全明白。开始可能想劝一句，说你不用担心，那种潜台词的是说，他武力值那么高，你要去了，你帮不上忙，没准他很快就会回来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待着。但是你看他还是担心，既然要护女，那就护到底。行，我陪你去，我帮你开路，走，那你放心了吧？就这种感觉。对苏哲的帅，他好像是这种帅，他是直接用行为去做，就不用考虑，就有爹在，什么都不怕。我现在这个样子是青年版的苏哲，女儿到哪他到哪，未来也有那一天，提前的去演练一下。苏昌河就经常会学我说话。龚俊老师有没有对着你的跳舞视频贴脸开大？对，他那天就正好看到了嘛，我说你不错哦，然后还会跳这个哦，我说咋的？优酷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振宇，在电视剧《暗河传》里面饰演的是苏哲。苏哲的造型方面有什么特点？我现在这个样子是青年版的苏哲，因为在剧里面大家都管我叫哲叔，所以在剧里面我是贴个胡子的。有给这个书感很强的角色加入自己的小设计吗？也没有，我其实就是正常的演，因为就是不想去演这种老态的状态。苏哲是一个那种就是很悠哉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就是你看他抽着烟，然后吃的这个话梅。就是他有时候做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让他更休闲一点。可能他会有时候会靠着啊，就不像他们年轻人就是，让这个人更松弛一些吧。苏哲这个角色最大的魅力点在哪里？我觉得苏哲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而且特别重感情的一个人。包括他一直思念着他的前妻应该是因为他前妻已经不在了。剧情的发展当中，他又碰到了自己的女儿。哇，这个就真的是疯了，一定得护着女儿往前走，女儿到哪他到哪，算是一个护女狂人。跟女儿你去拍摄有没有好玩的趣事和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把自己真正的当成一个家长来演，毕竟自己也是家长嘛，自己的闺女可能还小，那可能未来也有那一天，那只是现在提前的去演练一下。第一次知道要用方言拍戏什么感受？最开始其实有一点抵触的，头一回用方言来演戏，其实也有点紧张，因为虽然是就是有一门方言的语言技能，但是其实不在老家的这个情况下面，其实说出来觉得挺怪的，因为他们都是说普通话，我突然在这里说着方言，毕竟有一些这个表达的这个词汇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每次看剧本还得重新再翻译一遍，然后现场还得默一下。在原著里面，他是说的是湖南和四川话，因为我说的是桂林话，所以当时在剧里面也是把台词改了一点，就是说他去西南执行任务，然后学会了当地的方言，觉得挺好。然后就这么一直的这么说下来，当然他也会说官话，就是普通话。剧组有没有人被你带跑偏或者模仿你说方言的？不是他们带跑，是我有时候自己会把自己带跑，因为大家都是说普通话，就是自己说着说着就是那个音儿就破了，或者是就拐了。有人模仿你吗？有啊，因为剧里面他们都会有，尤其是苏昌河就经常会学我说话，然后我说你这个小子什么什么。对。戏外大家也会跟你请教怎么说吗？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在剧里面会用我的方言去说一两句，所以就是他们也会来咨询我说，那哥这句话怎么说？然后我就教他们一下，也很简单其实。据你女儿雨桐爆料，这宇哥的短视频平台很有反差感，对此你想说？还好吧，其实反正自己都已经录完了，也就这样了呗，就看吧，反正就这样。龚俊老师有没有对着你的跳舞视频贴脸开大？对，他那天就正好看到了嘛，我说你不错哦，然后还会跳这个哦，我说咋的？哥好歹以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如果优酷的热度破万，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破万福利？我破了，我也不知道能干嘛。
接跳舞吧，问就是再拍点短视频。行，我们到时候就拿这个去敲咱们拍一些福利视频。每次都被你们压榨。我感觉您挺开心的。哎呀，当然，我觉得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收视，也是我们前期拍摄的一个认可啊，当然是高兴的事。这部剧的虐是多重的，这个戏确实是我接触过的所有戏里面打戏和威亚戏含量最高的一部戏。以前隐约有点，现在能巩固一下。暗河经常在夜里出任务，所以有的时候一拍起大夜来，我就管不住嘴了。Hello， 优酷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小冉，在《暗河传》当中饰演穆雨墨，也是一个暗河的杀手。在你心里，穆雨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它的话，应该是山地玫瑰，因为它是一个看似很娇艳，但实际上骨子里非常坚韧的这样一个角色。在暗河那样条件艰苦的环境之下成长，但是他依然对朋友、对家人、对爱人都始终怀抱着赤诚的初心，并且毫无保留的付出。剧中穆雨墨作为角色美女，在妆造上有什么特点吗？因为她是卯兔，12生肖里面的卯兔。卯兔是木器上安笋头的红眼，排泄作12地支的第4位，代表12生肖中的兔以及5行中的木等。所以在造型上，它有一些兔子的元素，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头顶上这个发髻，其实是2个兔耳朵的发髻的形状。衣服的色系和流线的设计上，也有一些很梦幻的、很紫色的。作为卯兔时，造型上有什么兔子相关的元素？我们的面具也是做的是一个兔子的形状，特别可爱，很闪耀。作为虐剧大户，对这部剧的虐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这部剧的虐是多重的，因为穆雨墨和苏沐雨和苏昌河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要带领暗河走向光明，那注定了他们这一路是风雨飘摇的。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看这一路他们也经历了昌河闭关，然后沐雨受伤，其实在很多的重大节点上，穆雨墨应该是要挺身而出，去作为很坚强的2位的后盾，来守护着这个暗河的大家庭。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整个剧作当中非常好看的整个串联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命运的抗争，对平静生活，对自由的渴望，对行走在阳光之下的向往，其实是比较虐的部分。对于穆雨墨来讲，他个人命运和守护暗河组织2者之间的取舍，也是一个他自己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之前你有提过，这次拍摄过程中的打戏和威亚戏的难度很高，有哪些打戏让你印象深刻？这个戏确实是我接触过的所有戏里面打戏和威亚戏含量最高的一部戏，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因为它是为角色服务的。其实在这些打斗戏当中，你更能感受到这个人物角色的魅力。这一次呢，解锁了一些新的武打戏的道具，比如说一个要套到我腰上的一个圆形的转盘，我就需要360度的在空中翻转，再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因为我们的武打戏的团队的老师也都非常的认真，我们也很放心把自己交给他们，那我觉得还是完成的不错的。以前发的照片里能看到明显的腹肌，现在是不是更明显了？对，以前隐约有点，现在能巩固一下，但是也不见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暗河经常在夜里出任务，所以有的时候一拍起大夜来就管不住嘴了，这个也是一个挑战。路透里穆雨墨和主角团战斗小队的同框，让很多网友表示暗河小分队太酷了，对此你有什么回应？觉得太酷了的话，就到优酷去看《暗河传》。俊俊，没想到我们一起拍戏，笑点那么多。面对美食的诱惑，忍不住也要咔咔炫2口的人，武力值非常高的同时，也是最强辅助之一了。他们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朋友了，是可以彼此托付终生的那样的家人。Hello， 优酷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小冉，在《暗河传》当中饰演穆雨墨，也是一个暗河的杀手。在剧中，大家有很多特别的作战方式。穆雨墨的武器和技能有什么特点？穆雨墨人称蜘蛛女，她的武器就是寻踪珠。那很多时候，她不管是找敌人还是找同伴，她都通过寻踪珠来去了解对方的动向。武力值非常高的同时，也是最强辅助之一了。如果用一个颜色代表它，你认为是什么颜色？毫无疑问是紫色。紫色在我们生活当中代表着浪漫和神秘。那我觉得其实非常充分的体现了穆雨墨身上这2个特质。剧中穆雨墨和
唐连月角色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点？他俩不打不相识，第一次相聚的时候，唐连月想要向大家长复仇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穆雨墨是暗河的人痛下杀手，有点怜香惜玉的。但其实不是怜香惜玉，是因为唐连月这个人本身他有着自己坚持的原则，他有杀和不杀，所为和有所不为。那其实这一点也是吸引了穆雨墨的原因。觉得从一些角度上来讲，他们应该是同一类人，所以才会彼此相互吸引。苏沐雨、苏昌河都是穆雨墨的伙伴和上级。从穆雨墨角度来看，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是什么样的？他们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朋友了，是超越朋友一样的存在。与其说是伙伴，更像是家人，是可以彼此托付终生的那样的家人。对于苏沐雨和苏昌河是娘家人这个说法，你怎么看？雨墨如果寻求自己的另一半，寻找这样的幸福，那肯定是要昌河和沐雨去点头，他们俩认可了，雨墨才会放心的去托付给对方。穆雨墨和唐连月属于一见钟情，你觉得唐连月能一眼就吸引穆雨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唐连月他应该不是单从被雨墨的这个外貌所吸引，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内心原则的人。我想是因为他们共同的身上的特质，才让两个人在慢慢的执行任务当中去了解彼此，去靠近彼此。对于雨墨来讲呢，我觉得唐连月能够吸引到他的注意。在雨墨看来，连月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是一个有所不为的人。穆雨墨有什么魅力能瞬间拿捏唐连月？我想在这个混乱的江湖当中，他遇到这样一股清流，让他有一种想要去进一步了解他的欲望。对，所以他们两个才慢慢走到了一起。穆雨墨和唐连月的感情发展中，甜和虐的比例是多少？我觉得甜虐是彼此共生的。你如果非说可能前一段的感情发展更甜一些，后面更虐一些，因为到后面最虐的部分就是两个人因为彼此背负的责任而没有办法去相守，没有办法去在一起，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和守护。两个人甜的部分可能就是前期他们不打不相识的这个阶段。那连月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一点悸动的，可是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在他们两个人相接触的过程当中才坚定了自己这个心意。此次和龚俊合作，路透里看到你们现场挺欢乐的，你们算是现场笑点最低的两个人吗？俊俊没想到我们一起拍戏笑点那么多，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的人，在演戏上毫无疑问非常的认真，而且给我们每一个人搭戏，因为他自己的戏量非常大，有的时候经常 A B 组去转，可是他给每一个人搭戏都是跟自己表演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没有丝毫的懈怠，所以这也可以让我们对手演员可以有非常饱满的情绪。那另外一点来说，我们其实在现场的气氛，大家一起拍戏都是非常融洽的，很多时候只有大夜的时候可能俊俊跟我们不在一起，因为我们大夜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我们就属于是面对美食的诱惑忍不住自己要咔咔炫两口的人，其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都特别大家都很融洽，非常欢乐。请用一句话安利《暗河传》。赶紧来优酷看《暗河传》，有情有义又养眼，一定能在剧中找到你的彼岸。